香港鸿福苑大火到12月2号就是头七了，截至目前，罹难人数上升到了151人，另外有30多名居民仍处于失联状态。这场火灾事故的疑点重重，也引起了港人的强烈不满，要求彻查真相。然而，港警国安处在拘捕了发起联署的学生之后，11月30号晚再次拘捕了2人，包括前区议员张锦雄以及在火灾现场分发物资的女义工。香港大埔鸿福苑11月26号下午爆发5级大火，造成重大伤亡。连日来，不少市民前往鸿福苑现场献花。周二就是火灾发生后的第7天，也是遇难者的头七。周一上班日，依旧有民众持续到现场悼念，潸然泪下。香港警方灾害遇难者辨识组和鉴识科人员连日来持续进入灾场内搜索，也陆续发现住户遗体。大楼火场内满目疮痍，一片颓垣破瓦，令人触目惊心。这场大火背后黑幕重重，引发港人的强烈不满，要求追查真相与问责政府官员。香港警方国安处11月29号拘捕发起联署的香港学生关劲峰。关劲峰在12月1号下午，在多家媒体关注下搭车离开警署。11月30号晚间，港警在以涉嫌所谓借火灾意图煽动憎恨政府，再拘捕1男1女，其中1人是前区议员张锦雄。他曾在社群平台转载日本歌手滨崎步在上海演唱会突遭取消，以及联署发起人被捕的新闻，但都只是转载，并没有加注任何评论。另1人是在火灾现场分发物资的女义工，她曾在现场呼吁灾民不要胡乱将个人资料提供给不明人士。另外，鸿福苑的天价维修工程由上届业主立案法团在去年通过，曾引起居民不满，也被指为是这次火灾的元凶。事后虽然居民成功推翻旧业主立案法团，选出新法团，但因旧法团已经跟承建商就维修工程签约，工程唯有如期进行。而建制派民建联区议员黄碧娇曾任上届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顾问，为争议的维修护航，促成3.3亿港币的天价工程。在火灾后，黄碧娇遭网友猛烈批评，而黄碧娇周一发表声明，称她要求立即立案调查事件是否涉及现届法团渎职、贪污，被质疑是转移焦点。西台人亚洲电视陈慧模、姚汉宇整理报道。周一，港府宣称，针对近期的火灾事故，已经逮捕了14人，包括工程顾问、承建商以及搭棚的分包商，其中11人涉嫌误杀。港府表示，测试的结果显示，劣质的装修材料是导致火灾蔓延的原因之一。周一，香港居民持续向罹难者献花悼念，并且要求独立调查这起事件。香港警方周一发布了鸿福园被烧毁公寓的内部景象，现场惨不忍睹，房间墙壁被熏黑，家具化为灰烬。警方周一继续搜索，在楼梯间和屋顶发现了居民的遗体。截至目前，有39具遗体身份仍待确认，另外还有40多人失踪，恐怕已找不回來。因為有啲嘅遺體咧已經係變成灰燼啦，所以咧我哋都唔排除咧最後咧未必能夠將所有失聯人士係帶翻出嚟嘅。與此同時，香港當局周一表示，對20個防護網樣本進行測試後，發現其中7個不達標，不能阻燃。此前港府一度聲稱，初步檢測結果顯示，大廈主棚使用的圍網具有阻燃效果，但現已改口。係嗰個火警嗰個蔓延嘅速度係唔尋常嘅，所以我哋相信呢係嗰啲嘅係保護網或者係嗰啲係發泡膠板呢係可能咧係呢個成因。周一，香港居民仍持續向火災的遇難者獻花致意。前一天，悼念的長隊超過了1公里。都已經有人係向相關嘅部門有一啲嘅詢問啦，但係可能處理嘅過程，我相信係可能都有好多值得檢討嘅地方咁樣。咁希望政府能夠有一個獨立嘅調查啦，同埋希望可以有問責啦。我認為呢個社會需要有一啲嘅公正嘅制度，再一次係讓人民可以走翻團結一齊。香港居民表示對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但北京當局卻警告，將鎮壓追責火災責任的所謂萬華抗議活動。分析認為，中共是懼怕2019年大規模反國安法抗議活動重演，當時有近200萬港人上街反送中。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王燕橋綜合報道。
香港鸿福苑大火伤亡惨重，港府最初对外宣称大楼竹棚使用的防护网具有阻燃效果，但是周一突然改口，承认从4栋外墙抽验的防护网样本阻燃性能全部不达标。对于这些由本地供应商提供的防护网到底是不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港府对此事只字不提。那么，其实早在去年的9月份，大楼的居民就已经向港府反映这些材料的防火问题了。但是当局不予处理，外界也越发质疑，为何大火蔓延得如此迅速，到底是谁该负责？还有人指出呢，承建与维修的公司疑似是采用了来自中国大陆品质堪忧的防护网等材料，但是港府却能顺利的审批。而且港府近年来是推动金属棚架来取代香港传统的竹棚架，外界就批评这是要将香港的施工标准大陆化。那么这场致命的火灾是否与中国大陆劣质的建材有关？中共体制下的企业又有怎样的质量问题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嘉宾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上海企业家真实中国主持人胡立任先生。胡先生您好，欢迎您。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谢谢你啊。那我们知道您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您对中国的建材市场承包制度都非常的熟悉。那您认为这次香港大火之所以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建材啊，还是承包商，或者说是审批与监管的这些环节呢？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这次大火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腐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来告诉大家，我2016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在中国有家企业买到了这个建材的这个假货，那么之后呢，我花了2年时间向中国政府投诉，那么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呢就不断的打压我。那么最后我就离开了中国，被迫流亡到美国。我就是因为这个假货案离开中国的，离开自己的国家的。那么我是有亲身感受的，我把整个过程跟大家这个讲一下。我2016年的时候在企业买到了大量的假货，那个假货呢，其实它包装的是非常完美的。也是关于建筑材料的这样的是一个PE管，那个管路呢是塑料管，跟这个网呢是同类型的产品的，其实也是跟塑料有关的。那么当时我买到这个假货以后呢，我用在这个工程上以后呢，我发现出现了问题了，然后我到国家检测中心去检测以后就不合格以后呢，我就向这个山东省这个政府投诉。那么山东省政府呢，他开始呢，他也就是这个到我公司来过一次。那么当时我这个案子的这个主办人呢是山东省的副省长，这个人叫任爱荣。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抱比较大的希望的，因为他副省长出面了，就是来关注这个案子了。那么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之后再到山东去的时候，山东省政府这个我的产品是临沂生产的嘛，临沂市的这个质量监督局的副局长，这个人姓李，叫李副局长，具体名字我忘了啊。他告诉我，他说胡总，他说我们呢已经查过了，他说呢对方呢的确是造假的。那么我今天跟你明讲，我们这个山东这个地方企业竞争不过江苏浙江企业，因为我们起步比较晚。我们这里企业造假不光是一家，很多家都在造假。我们的地方税收就是靠这些造假公司每年给我们提供大量的税收，我们的国税地税每年都有指标，都要完成的。
那么我们假如说把这些企业都打掉了，那我们的地方经济就不要发展了，城市建设也不要建设了，是吧？所以他说你自己买到的这个东西算你自己倒霉，我们不会给你处理这些事情了，你所有的这个责任由你自己承担了，是吧？那么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买这个山东的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是很震惊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了解，就是中国有2个中国，一个中国是表面的中国，有法治，有政府，有监管，啊，那么另外有一个政府呢，是一个黑暗的政府，这个政府老百姓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这个政府是这个社会，这个政府，这个监管是极其黑暗的。那么之后，我18年的9月份离开中国，又到了美国。到了美国有19年，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大的。那么也在当时我在整个维权2年过程当中呢，我派了一些人到山东、到河北，就是这些这个造假的这些重灾区啊，我去了解过，那个地方全是造假企业，那个造假的力度大到惊人，就是这个地方几乎很少有这种正规的企业，不造假的企业，因为你不造假的企业啊，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活，你需要有竞争。我打个比方，比方说像这种塑料的这种原材料，塑料粒子，你正常的买来可能是8000一吨，但是你造假的这种回料啊，这种垃圾料啊，你买来以后啊，你可能只有2000一吨。原来8000一吨呢，你可能有10%的利润，是吧？那么假如说你是2000一吨的话，你的利润是大大增加，你超过50%了。你超过50%的利润以后，你哪怕再拿25%的利润，你去返回给这些官员，给你保护的这些官员，那么你还拥有25%的部分，而且大家皆大欢喜，大家都得利的，政府的这个税收也保证了，官员的这个贿赂的钱也保证了，企业的利润也大大提高了。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整个中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些假货，其实它根本不是单个企业造假，而是整个国家的系统性造假。中国制造，所谓的中国制造，其实就是在造假的基础上，低价的基础上，它就是造假成为了整个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我再讲下去啊，我到19年，到18年我离开中国以后，19年呢我就开始到了这个，我想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我就开始，我在美国华盛顿，首都华盛顿，我买了辆新的车，我把这个车上面全部都贴满标语，就中国假货的标语。我总共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包括白宫，包括国会，包括国务院，我每天开着车去巡游，总共花了150天的时间。我想教训中国政府，我想教训这个世界，一定要注重这个中国假货的这个事情。包括当时正好19年呢，正好是刘鹤啊，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跟川普的团队谈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次的贸易谈判，我就在现场，我每天也是在整个贸易谈判现场，我也是每天开着车。全世界当时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全世界大概有40-50台摄像机，全世界都是大的这个电视台的摄像机，媒体的摄像机对着我，然后他们也把这些东西报道出去了。我总是希望能够让中国政府引起注意，其实中国政府根本理都不理你，不光不理你，中国政府还专门
组织了一个国安的一个小组，对我上海的家人进行威胁，对我本人胡先生。进行威胁。打断您一下，刚刚您也提到，在2019年，您曾经在华府的中领馆前是抗议了长达150天啊。那您觉得现在如今6年过去了，那您觉得现在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受到中共监管影响的这些企业，是否有变化呢？没有任何变化，它的造价力度会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低谷。陷入了低谷以后呢，它现在很多的东西已经卖不出去了。那么卖不出去，有企业竞争会更厉害，国内的企业叫内卷嘛，更厉害。那么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呢，他们尽可能企业都活不下去了，那活不下去怎么办呢？尽可能就是大力度的造假。现在目前中国的企业造假的力度，造假的企业比原来要大得多。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事情。香港这一次香港事件这个大火事件爆发，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知道这些内情，我知道他们，我甚至知道他们的产品用的是什么材料。然后在同类的这个事件，其实在上海15年前发生过。2010年上海静安区大火，胶州路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火，也是一栋楼把它烧掉了，那个是外墙保温。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不光是香港，现在全中国其实都处在一个大爆炸的大爆发、火灾大爆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现在这些造假的材料其实都已经用在了这些大楼里面，大量的大楼里面都是用的这些假材料。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一栋栋大楼将会快速燃烧，可能会烧死很多人。谢谢您，谢谢。时间问题，感谢您来接受我们这次采访。确实，我们看到在中共的治下，真的是假货盛行啊。但是呢，刚刚您讲的这个也让我们特别的忧心。那以后可能我们要继续持续的关注更多的情况。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好的，谢谢。好，再见。再来看到，近期中国多地火灾频发。周一中午，广州海珠区五一新村小区突然爆发火灾。沿街烧成了一条火龙，火势迅猛，快速的在街边燃烧，路上的整排电动车都被烧毁。火灾持续了10多分钟，当局声称没有人员伤亡，但真实情况不明。附近有商家表示，事故最初是发生车辆相撞，有车友泄漏。再来看到，中国知名人权摄影记者、纪录片制作人杜斌，今年10月15号遭北京警方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逮捕。目前他被关押在北京顺义看守所。外界呼吁中共尽快放人。据维权网消息，杜斌的妹妹杜继荣日前通报，杜斌购买机票，准备10月16日飞往日本，却在10月15号被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派出所警察从租住的房间里带走。拘押的理由是所谓寻衅滋事罪，至今已关押42天。妹妹杜继荣表示，当局拒绝提供正式拘留文件，属于非法拘禁。杜斌1972年生，是摄影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早年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关注中国社会底层与弱势群体与人权受难者。2013年，杜斌发布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揭露了中共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及上访者的酷刑迫害，并出版相关话题书籍，引发社会广泛反响。杜斌因长期记录当局敏感题材，中共已将其列入新闻黑名单。2011年起，中共外交部拒绝其工作许可。这是杜斌第3次遭非法逮捕。2013年、2022年，他都曾遭当局秘密羁押。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悦、刘芳综合报道。美洲贸易战进入休战期，但中国的制造业11月仍处于萎缩状态，低于荣枯线以下。国内需求疲软，也为中国的工厂前景蒙上阴影。近日，私人机构与中共官方统计数据
都显示11月中国制造业下滑，国内需求低迷。由金融公司标普全球编制的 Rating Dog 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从10月份的 50.6 降到11月的 49.9， 采购经纪人指数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则为收缩。Rating Dog 表示，虽然来自海外的新订单开始增加，但上月中国制造业产业增长陷入停滞，新订单也接近停滞，这是自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状况首次恶化。前一天，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官方制造业 PMI 连续第8个月萎缩，虽略有改善，但连续下滑的天数创新高。同时，服务业也在降温，商业活动指数从 50.2 下降到 49.5%。不过，中共一向美化经济数据，真实情况可能更加惨淡。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江迪亚综合报道。再来关注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周一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呢，美国支持的保守派国民党候选人阿斯富拉暂时领先。来看详情。截至周一上午，在已统计的56%的选票中，国民党候选人纳斯里·阿斯富拉得票率为40%，自由党候选人萨尔瓦多·纳斯拉亚的得票率为39.78%。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重建党候选人克里·蒙卡达以19.18%的得票率落后，两位领先候选人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洪都拉斯总统选举采用简单多数制，只需一轮投票便可产生，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不论是否获得绝对多数。两位领先候选人阿斯弗拉和纳斯拉亚都承诺，如果当选，将断绝与中共和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恢复和台湾建交。洪都拉斯总统竞选期间，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在社交媒体发帖支持阿斯弗拉，表示他是唯一一位美国政府愿意合作的候选人，将与美国一道对抗毒枭共产主义，并表示如果他落选，美国也不会把钱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川普总统还警告，如果选出错误的领导人，可能会让洪都拉斯走上和委内瑞拉相同的道路。无论哪位候选人当选，都将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执政。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江迪亚综合报道。欧盟周一表示，俄乌谈判进入关键周。俄罗斯证实，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周二将与普京会面，商讨停火细节。欧盟持续支持乌克兰，荷兰预计再拨款2.5亿欧元支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周一在欧盟防长会议上表示，本周可能成为推动结束乌俄战争的关键期。It could be a pivotal week for diplomacy. 卡拉斯还提到，美国与乌克兰前一天在美国佛州进行的谈判富有成效。We heard yesterday that the talks in America were difficult but productive. We don't know the results yet, but I will talk to the Defense Minister of Ukraine and as well as Foreign Minister of Ukraine. 泽连斯基周一肯定美乌谈判有建设性，但也承认有一些棘手问题需要解决。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证实，美国与俄罗斯将于周二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莫斯科，预计与普京闭门会谈。此前，威特科夫已访俄5次。欧盟也在密切关注谈判进展。周一，国防部长会议上聚焦继续对乌克兰军援，并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乌。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张小雨综合报道。东南亚多国和斯里兰卡近日出现连日暴雨，造成了大规模的洪水和山体滑坡，死亡人数持续攀升，至少有1100人死于洪灾。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和救援人员仍在全力搜救，并设法援助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灾民。随着洪水消退，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暴雨造成的破坏痕迹逐渐显露，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截至周一，官员通报，印尼已有超过600人死亡，泰国超过170人，马来西亚2人，斯里兰卡355人死亡。在印尼西苏门答腊省，暴雨过后，一户人家的房子只剩下一面墙。This was my home. I have 9 of my family members here. We have nothing left. Everything was gone. We only have the clothes on our backs. We couldn't bring anything else.
由于山体滑坡堵塞了道路，当地通讯和电力线路仍然中断，救援工作难以深入灾区，困难重重。在泰国南部和爱市，居民在经历了1周的暴雨后，开始清理家园。暴雨过后，成堆的汽车困在道路上，房屋和商店被泥浆淹没，有店主降价出售严重受损的商品。I need to clear the stock. The condition they're in after being flooded, shoes soaked and ruined like this. People don't have clothes, right? So I'm helping by selling everything cheaply so they can have something to wear. 在马来西亚北部，连续不断的暴雨淹没了大片农田，稻田宛如一片汪洋。农民表示，暴雨彻底摧毁了农田。斯里兰卡官员周日表示，暴雨和洪水席卷了大部分地区，近100万人受到影响。20万人被迫暂住避难所。上周4以来，斯里兰卡遭遇破纪录的暴雨袭击，中部山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全国各地河水泛滥，城镇被淹没。当局表示，超过2.4万名警察、陆军和空军人员仍在努力营救被洪水围困的家庭。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赵嘉林综合报道。美国华府的2名国民警卫队队员遭枪击案持续延烧。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再次重申全面停止受理庇护申请，同时表示，如果他有权限，将撤销所有犯罪前科者的美国公民身份。来看详情。No time limit, but it could be a long time. 川普总统表示，受到庇护限制的是被政府列为特别关注国的19个国家的公民。Let me just tell you something. We don't want those people. Does that make sense? You know why we don't want them? Because many have been no good, and they shouldn't be in our country. 关于可能撤销已入籍美国的人的公民身份，川普总统也给予了回复。We have criminals that came into our country and they were naturalized maybe through Biden.Was somebody that didn't know what they were doing. If I have the power to do it, I'm not sure that I do, but if I do, I would denaturalize absolutely. 此前，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无限期暂停了所有的庇护申请，直到每位申请者都得到充分的审查。司法部长邦迪周日透过福克斯新闻批评欢迎行动计划的入境审查程序。华府枪击案中的阿富汗嫌犯就是通过这项计划入境的。They did not do biometrics. They did not do social media. They did very little, if minimal, vetting on all of these people. And now to take a step back, we have a 1.5 million backlog of people that have come into our country. We know that this shooter who shot our National Guardsman in D.C. the day before Thanksgiving, he was radicalized. You're going to hear a lot more about that. And these people should not have been in our country. 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周日在接受 NBC 采访时表示，这名嫌犯2021年入境时没有经过完整审查，他在2025年4月获得庇护。The vetting process, Kristen, happens when the person comes into the country, and Joe Biden completely did not vet any of these individuals, did not vet this individual, waited until he go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responsibility. 周日，川普总统还表示，他和2名国民警卫队士兵的父母通了话，并邀请他们到白宫做客。I've already suggested it. I said, when you're ready, because that's a tough thing, come to the White House. We're going to honor Sarah. And likewise with Andrew, recover or not, we're going to honor her. 西维吉尼亚州国民警卫队成员莎拉·贝克斯特罗姆及安德鲁·沃尔夫在感恩节前一天遭到枪击。莎拉隔天因伤去世，安德鲁仍在重症抢救中。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丹尼尔·莫纳汉，美国华府报道。Condition Daniel Monahan, NTD News。外界持续关注美国是否会与委内瑞拉开战。今晚，美国总统川普将在白宫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的移民政策迅速转向，包括对庇护的申请案进行无限期冻结。下面来看华府记者的报道。移民局的要求无限期的暂停对所有国籍人士庇护申请案件的裁决，无论最终结果是批准、驳回还是结案，都暂时在裁决环节冻结。还没达到裁决环节的案件呢，则继续走面谈和审查的流程。通过走线等方式入境后提出庇护者呢，由于管辖权的不同或不被受影响。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表示，联邦政府针对庇护申请审批终止的措施呢，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项措施呢，是在华府2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遭枪击后的回应。11月26号，一名29岁的阿富汗公民拉赫曼努拉·拉坎瓦尔在白宫附近开枪，造成20岁的国民警卫队成员莎拉·贝克斯特罗姆身亡，另一名成员呢也身负重伤。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将于周一晚间呢在白宫召开会议，讨论委内瑞拉问题的下一步措施。预计呢，川普内阁和国家安全团队的关键成员，包括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呢凯恩将军和国务卿卢比奥呢都将出席。11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社媒上呼吁所有的航空公司飞行员，还有毒贩和人口贩子呢，将委内瑞拉的领空和周边的空域视为完全关闭，不要进入委内瑞拉领空。美军近期在委内瑞拉附近进行轰炸机飞行，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呢也已部署到当地。福特号的进驻呢，使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集结规模呢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新高。这项名为“南方之矛”行动的任务呢，现已动员了约10艘海军船只和1.2万名水兵和陆战队员参与。几个月以来，美国呢已经在委内瑞拉沿岸和拉丁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呢，对疑似贩毒的船只发动了至少21次攻击，造成至少83人死亡。川普表示呢，已经在海上打击了85%的毒枭。在感恩节当天呢，川普在对美国军人的讲话中说，毒贩应该不会想走水路运毒了，美国接下来会以陆路拦截，地面行动呢很快就会开始。川普曾多次表示，如果形势需要呢，美国对加勒比海运毒船的攻击可能升级为对委内瑞拉发动地面行动。不过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马林周日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会对委内瑞拉发动地面行动。川普呢也证实，他曾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呢电话交谈，但没有透露谈话的内容。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美国报道。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